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工小米。这是一个江湖救急的活儿，同行的师傅打到水管了。打到水管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打到水管也不用赔钱。来之前呢，已经让师傅把孔扩大了，扩大以后看到这个孔刚好在水管的正中心，那么这样还有补救的机会。不过我们也要确认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孔有没有打到对穿，打对穿的话就废了。重点，为什么打到水管也不用赔钱呢？因为这个水管打到的位置和角阀的位置那差太多了。下面冷水管角阀的位置和上面打到的这个孔差不多有差5到6公分。打到水管再次确认的时候才知道，这个角阀的位置呢是下面水管下来又进行了一个移位。现在很多装修公司呢在贴砖的时候也贴上了标记线，后期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又撕掉了，后期装洁具还是看不到。上周水的普及率现在应该达到 90% 了吧，所以在安装洁具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。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，没打到水管的师傅那绝对不是合格的师傅。以前是打到水管卖彩票，现在是打不到水管卖彩票。这个孔的周围呢有毛刺，这个孔是用冲击钻打的，打孔直径是7毫米，也在我们正常的修补范围之内。先把这些周围的毛刺呢清理清理，避免里面有那些泥沙。不过我来的时候也是做了2手准备，因为我带了2种不同的磨头，给大家做个对比来看一下。2个直径不同，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孔径用不同的磨头来堵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细磨头如果堵不上的话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如果粗磨头再堵不上那就废了。这个孔刚好就用7毫米的来堵，这个磨头一直都没有好好保护，现在都感觉掉漆了。这个磨头感觉1年也用不了几次，但是又感觉每个安装师傅是不是都要必备一个，万一呢？磨头的前端又细又长，为了导热效果好，直接温度拉到300度。使用热熔胶棒现在也学聪明了，前面大概留个 1.5 公分左右，用刀子呢给它切一个豁口，一会儿拆的时候呢好拆。加热的过程呢我们看一下，这就是师傅做的标记点，相差大概6、7公分，竟然打到水管了，太不可思议了吧。干这种活呢尽量还是要跟业主确认一下水管的走向，有视频或者照片的话最好是看一看，确认一下。弄定了。现在温度已经上来了，这个动作要一气呵成，千万不要拖泥带水。如果没有操作过的话，可以找一个废管子去多试验几次，找一下手感。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操作，肯定是有失败的概率，所以要多实践，提高成功的概率。刚才我们用刀子切一个口的好处，就是在拆这个胶棒的时候好拆一些。等待2、3分钟，现在就可以试水了。通水之后呢，观察几分钟，没有问题呢，这个柜子就可以装回去了。这个孔呢，就可以被柜子遮上堵上了。这个孔也不用单独的去把它填起来，填起来的话，万一以后再有个渗漏的话，水不从这个孔里排出来，那就像内流了，那流到哪里就不好说了。仔细观察旁边这个孔也已经打过去了，但是打到黄黄的东西，师傅也不敢打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当时刷的墙固，黄颜色的墙固。一朝拜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近期安装的活肯定是小心翼翼了。安装有风险，步步需谨慎，万一失了手，得从家拿钱。2023，祝所有的师傅都往家拿钱，媳妇儿笑开颜。拜拜。